们今天来到新的一天，我们来到了赫本附近的一个景点，叫做 Vestra Home。我们来到的是冰岛东南角的 Vestra Home，又被昵称为蝙蝠山，因为从某些角度看，山形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蝙蝠。这里是需要购票进入的，可以直接开车到海边，拍摄山与倒影交织的画面，有时候还能幸运地看见海豹。我本来最期待的是看到山与湖面的完美倒影，但当地人说这需要非常好的天气跟运气才能看到。所以如果当天天气不佳，风又很大，行程又紧凑，其实也可以斟酌是否要停留，因为画面可能会差很多。现在走到 Vestra Home 下面一个维京人的聚落。这个山脚下的维京村是当地早期为拍摄电影而搭建的场景。虽然电影后来没有开拍，但是这座木造的小村庄就保留了下来。离开 Vestra Home 后，我们展开前往米湖的长途驾车旅程。这段穿越冰岛东南岸的路，沿途经过的是壮观的峡湾地形、古老的火山岩山壁，还有许多像 Flada Falls 那样静谧的瀑布藏身其中，常常都忍不住想下车多欣赏几眼。在这片人烟稀少的原野开车，就像身处一幅风景画，完全不会感到无聊。OK， 我们早上离开了 Vestra Home 之后，一路从东南角一路往上北开，快到米湖附近的代体瀑布了。这边听说也是一些电影拍摄景点。现在我们正在走在代体瀑布的路上，然后都是充满石头的道路。对，然后现在天气变得非常非常冷，然后而且刚刚一直在下雨，就是天气比昨天差很多，所以希望。接下来看到代体瀑布也是可以跟前几天一样壮观，然后希望不要湿，拜托，不然会冷死。想要抵达代体瀑布有2个入口，西岸和东岸。其中西岸这边的道路比较好开，步道也比较平坦好走，所以我们这次选择从西岸进入，然后大概要走个20分钟才会到达瀑布。这是欧洲水量最大的瀑布，落差虽然只有44公尺。但那个声音和震撼程度真的超越非常多很高的瀑布，现场的气势非常惊人，站在一旁就能感受到地板在震动，真的是用听的、用感觉的才能体会它的壮观。代体瀑布这边的水汽非常非常多，喷上来的水汽非常多，所以建议要来一定要穿雨衣。对，然后它有2个平台，一个比较低，一个比较高。那比较高那个水汽特别严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穿的一般的衣服来。虽然西岸上方有一个观景平台，感觉比较安全，但其实我们发现，反而是站在平台上时，水汽最旺，风一吹，整个人都会被溅湿。所以就像黄金瀑布一样，来这里务必穿上防水外套或者雨衣。代体瀑布旁边大约再走15到20分钟，其实还有另一个瀑布叫做 Seal Falls， 感觉也非常壮观。不过因为我们当天已经经历一整天的长途开车，加上现场水汽又湿又冷，体力真的快见底了，所以就决定直接前往今晚位在米湖附近的住宿。OK， 我们今天一路赶车到了米湖，已经来到我们接下来2个晚上要住的地方，已经是我们这一趟住至少超过1晚的地方，然后它内容超棒，我们住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。对，现在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客厅，还有很豪华的厨房，那边可以打扑克，
然后这边可以躺在沙发上，然后还有2个漂亮的卧房，还有一个大浴室，没错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休息1个晚上后，我们将在米湖区进行1整天的行程。米湖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片宛如外星球的地景，到处都是硫磺味与冒烟的地面，远远就能看到白烟缭绕，非常壮观。不过这里蚊虫超级多，数量真的到夸张的程度，嘴巴只要一张开就可能会飞进你的嘴里，真的要特别注意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隔天米湖附近的第一个景点，这里是 VT 火山湖，非常美，非常漂亮。米湖的第一个景点就已经美得让我惊呆了。这座名为 VT 的火山口湖，其实是克拉布拉火山区域的一部分。VT 在冰岛语中意指地狱，源自过去人们对地热地带的神秘想象。这个湖是18世纪火山爆发时，熔岩活动与地下水交互作用产生的爆裂坑。后来积水形成湖泊，湖水呈现出深邃的蓝绿色，在阳光下特别美丽。亲眼看去，真的如梦境一样。今天这个景点实在是太美了，第一个VT火山湖，看了超级感动，因为这种都是平常出现在电脑荧幕程式上那种世界知名景点，用眼睛看真的超震撼。现在正在惠尔火山上健行，超级壮观。这边的 view 不止惠尔火山漂亮，重点是可以从上面看下来，看到还有周围好多火山、好多火山，好多或是地热谷的烟跟湖都非常壮观。然后走上来大概走一圈，大概3公里，其实有时间的话都很值得上来，虽然有点累啦，不过超美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整个环惠尔火山的最高点了，也是 view 最好的地方。这座惠尔火山看起来像一个完美的圆形碗弓，是大约2500年前一次猛烈火山爆炸所形成的火山碎屑丘。整座火山高约400公尺，直径超过1公里，可以从2侧登山步道爬上去，从顶端环视整个米湖地区，非常壮观。脚下全是灰黑色的火山砾石，空无一物的地貌让人有种走入异星球的感觉。这也是冰岛少数可以直接站上完整火山口边缘的景点。好，我们刚刚去完惠尔火山健行了5公里后，然后我们到它旁边的黑色城堡那边吃了午餐，然后那边午餐非常棒，大概20欧元就可以喝3种汤喝到饱，配面包，有羊汤、
coconut 咖喱汤，还有蔬菜汤。然后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再点一个单点的鳟鱼套餐，也非常棒。然后吃饱后就刚好在旁边的黑色城堡的路径散步，看一些石头，消化一下。黑黑的石头。对，所以很推荐，可以把这边纳入，对，来吃饭至少。这里是一大片奇形怪状的熔岩柱与岩洞群，是因为熔岩流遇到湿地时爆炸冷却后形成的。整个区域如迷宫般错综复杂，有点像天然的岩石迷宫，也因此有了黑色城堡这个称号。这里有很多长短不一的路线，可以依照自己的时间安排做选择。主要景点 K 开头的洞穴已经倒塌，所以不需要刻意走过去。建议至少走到地图上的 G 开头的这个洞穴，就可以看到如图中的大圆洞。在黑色城堡散步完后，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景点地热谷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米湖区旁边的地热谷 ，Haver 地热谷，对，蛮壮观的。这边的地板跟山到处都在冒烟，所以感觉非常有趣，有点类似前几天那个盖希尔间歇泉。天气好的时候看。对，但是这边不会有喷。这里也被称为地球表面的主沸点，这里是冰岛最壮观的地热区之一。整个区域布满泥浆池、喷气孔与硫磺沉积。这些冒烟的地表现象，其实都是因为这一带位在两大板块交界处，就是北美板块与欧亚板块之间的张裂带，地壳比较薄，高温的地热与地表的水汽交互作用，形成你可以看到地上的泥浆池不停翻腾。那是因为水与火山气体和混合，使泥浆达到将近100度的高温。而那堆看起来像石堆的结构，其实是为了让喷气孔集中向上排气，避免热气乱窜导致地表不稳。这里的空气中充满强烈的硫磺味，也就是闻起来有点像臭鸡蛋的味道。走久了可能会觉得刺鼻头晕，因此建议也不要逗留太久。跑完今天4个景点后，回家前我们来到了米湖最知名的米湖温泉。这里常被称作北部蓝湖，但其实有自己独特的魅力。相较于蓝湖的商业化，米湖温泉人少，更放松。
水质富含细与矿物质，呈现天然的乳白色，可以在这里一边泡汤，一边远望山景与硫磺地热烟雾，非常适合在米湖地区一整天行程后来放松一下。票价也是蓝湖的一半，是北部旅行中很值得安排的景点。不过，如果行程紧凑且也确定会去拜访蓝湖温泉的话，也可以考虑跳过这里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米湖温泉，这是位于米湖区的一家露天温泉，超级舒服，因为温度很刚好，比起什么布达佩斯或是欧洲本岛的一些温泉都还高，是真的会舒服的那种温泉。当然没有像台湾的温泉那么烫啊，但是已经真的很舒服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温度更刚好，可以轻松的在里面休息。长时间待在里面，非常的舒服，舒服吗？天宇，很爽，很爽，对，没想到在欧洲也泡得到，对，以后想要来冰岛泡温泉，对，来冰岛一定要来泡温泉。我太阳眼镜不见了，不见了。我太阳眼镜帮我找一下。在温泉区真的要非常小心自己身上的物品，一旦掉到水里就非常难找。幸好我跟旁边的小妹妹借了一个蛙镜后，就潜下去搜索，但是能见度仍然非常的低，大概只有3公分，所以我是以地毯式搜索的方式，让身体贴着地板来回游动，最后终于。录到了，录到了。笑死！随着温泉行程的结束，第4天的旅程悄然落幕。此时冰岛之行才过了一半，我们的心却早已被这片如梦似幻的土地深深虏获。我觉得来冰岛真的太棒了。我觉得，有这种净化身心的感觉，对啊，就是我想要的。没错，真的净化身心，看到好多平常看不到的画面，对啊，体验，新鲜的空气，然后身体今天去泡温泉也受到洗涤，真的完全的放松。对啊，没错，冰岛真的是一定要来的地方。不管这几天经历了多少震撼感官的景色，冰与火带来的激动，当我们回到冰岛乡间的民宿，一切就慢慢静下来了。窗外的风轻轻吹过草地，屋内温暖安静。这样的片刻是旅途中最被低估的片段，一种深刻的安定感。我们也开始习惯用全然的期待迎接接下来的一天。